来看一看 iPhone 10s 最新的智能充电盒表现到底如何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新一期的视频，我是加菲。今天的话，我想给大家开箱，并且小小的测试一下最新的苹果的产品，就是 iPhone 10或者是 Max 智能充电盒。但是呢，我并没有 iPhone 10s 或者 Max， 但是我从网上得知，它的 iPhone 10s 版本它其实是可以和 iPhone X 兼容的，所以的话，我就决定把这个产品用在我的 iPhone 10上面，我觉得应该还可以。所以的话，在开箱这款产品之前，我跟大家说一下，比如说这个产品我以前就买过，第一代就是可以说是为 iPhone 6s 准备的。然后呢，当时是因为 6s 那段时间有一个缺陷，大家都知道，就是它的怎么说呢，电池一遇冷就会自动关机。然后我意识到，如果你给它充电的话，它就不会自动关机了，所以我就买了苹果官方出的它的那个，就跟这相当于这个前一代，效果的话还可以。然后用了段时间，直到那个电池盒直接报废了。我这次买这个电池盒是因为我自己的 iPhone 它的电池我看健康度只有90%这个样子，所以我觉得是时候给它换一个来推一把。然后呢，同时我自己的电池壳已经用了，我的 iPhone 10的套子已经用了很久，我觉得正好可以换一个新的了。根据它官方的描述，如果使用了这个电池盒之后，它的续航实际上采用 iPhone 10s 的话，它的续航可以达到聊天时间可以延长到33个小时，然后网络连接使用可以使用21个小时，播放视频的话可以达到最长25个小时，所以我还是蛮期待的。其他的我就不多说了，然后我们就打开看一看这个产品到底怎么样吧。我们切换到这个视角，我觉得这个视角应该还不错，神圣一点。一共的话就只有这些，然后我这次购买的是黑色版本。我之所以会选择这个版本，是因为 iPhone 它这个外壳它设计啊，它是那种类似于人类皮肤这种触感，所以你一开始摸感觉还蛮棒的，就有点淡淡的比较干爽的感觉。但是时间用久，实际上它慢慢变得发亮。然后如果你用白色的话，它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，你如果是裤子是黑色，然后你掏出来，它是会沾上那种黑色的毛，就很明显。所以我觉得，反正以后也是要变亮了，我就干脆直接就把它买黑色得了。我们看一下里面有什么东西。这张图直接可以看到就是它的这个介绍，然后如何使用，其他就没有了，没有贴纸，算了，这些都无所谓了。我们来仔细看一下这个套子。这个套子的话，可以看到这个底部它有一个 LED 展示灯，然后我给大家看一下特写，就是这一次的话，你看它的这个曲面是直接就很贴合的，不像第一代。第一代的话，它是中间还留了一段，就这里它还是出来的，所以的话就感觉有点突兀。但是这一代的话，它就直接延伸到底部了。然后在这里你可以看到。这边的话应该是麦克风的输入口，这边的话是音箱的喇叭的输出口。左边的话音量键，然后右边是开机、关机键，就这些。当然，苹果官方说的是只支持 iPhone XS， 所以我就看一下我的这个 iPhone 10到底能不能装到这里面去。装肯定装得进，但是这个用起来不知道怎么样。还行，阻塞感没有那么强。完了，瞬间感觉不妙，因为没有发生任何事情，会不会无法充电？哦，我知道了，可以充电，应该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。但是你可以从这个视频里看到，它的电量只剩1%了，所以非常的低。也就是说它本身是没有电的，所以才会说这个显示没有充电。那就先让它充电吧。不过大家可以感受到这个手感，我觉得，当然新产品这个手感真的非常棒。最后啊，我想吐槽一下这个东西，虽然说我觉得这个是我需要的一个产品，但是它也有一些不好的地方，比如说
这个价格在网上售价美元是$129，然后英镑的话是129英镑，这个价格就蛮贵的，在英国我觉得是最贵的。中国的话，我估计很快就会出的，价格应该在1000块钱左右。价格方面它是没有任何优势的，但是苹果的好处是在于它是原生支持的，所以你在系统里可以直接查看到它还剩多少电，它是优先给它直接整合到系统里面，这是我比较喜欢的地方。所以说吐槽一点就是它的价格了，不过 you paid for you get， 对不对？行了，我觉得今天的开箱视频就是这样，然后谢谢大家的观看，希望你喜欢，然后有什么意见或者建议，还是或者希望我真的评测一下或测试一下它的续航呢，可以在评论区里告诉我，有什么做的不好的，请大家多给我提意见哦。我是加菲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